北京故宫的神武门开放了，而且是上下2层楼全开。不过神武门的外侧还在修缮中，看来故宫建园100周年要有大动作，不然能这么大修吗？现在神武门内的展览是古希腊克里特岛主题展，只要你买到了故宫票并进入故宫之后，在神武门这边扫码预约就能免费参观。这个展的时间比较短，错过了也没关系。看完我这个视频就等于到现场参观过了。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北京故宫的神武门啊，目前这边是克里特岛展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现在我们先进入1楼，能看到关于克里特岛的简介。这是一个面积83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也是地中海的重要岛屿。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希腊神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我们进入神话篇。第一件看到的文物是公元前1世纪的阿弗洛狄特大理石残像，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神，是当时富裕阶层的常见供奉品。其实美神的罗马名字 Venus 知名度明显更高一些。下一件是公元150年左右的阿波罗躯干，这件残破的雕像身上还有一条被保留下来的背带，它并不是古希腊背带裤，而是阿波罗挂琴的带子。这个神在罗马神话里的名字仍然叫阿波罗。然后是一组希腊化时代的老银币，银币上的图案都是故事，说的是古克里特国王米诺斯遭到神罚，所以王后生下了牛怪米诺陶斯。国王米诺斯命戴达罗斯建造迷宫，将牛头怪囚禁起来，直到雅典王子特修斯来到此处，才将怪物米诺陶斯除去。记住这个故事里的元素，后面它还会反复出现。下一件是公元2世纪的俄罗斯大理石浮雕，描绘的是爱神俄罗斯的赎税形象。虽然俄罗斯知名度不高，但它的罗马名字 Cupid 差不多是家喻户晓了。后一件文物非常重要，它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陶棺，属于是一件拉纳克斯棺，用途是安放骨灰或者采取躯之葬的方法安置亡者。它外侧下半部分是章鱼纹，上半部分是棕榈树，这种树在当时被称为生命之树，或有祝愿亡者重生之意。下一组文字是线形文字，这是当时的古老文字。虽然人们归纳出了对应的字母表，但这些文字迄今尚未被完全破译。在线形文字诞生的时候，我们这边也出现了甲骨文，2条不同的文字支线也就此成型。一边是由字母组成的单词，另一边则是由图形转化的文字。然后是一件公元前1000年的公牛雕塑，这是在米诺斯文化时期经常出现的一种艺术造型，而且它是在祭祀场所出土的，证明它与祭祀是强相关的。也正因为人们和牛的关系密切，所以米诺陶斯才会被描述成牛形怪物，而不是其他形状。说完公牛，该说囚禁公牛的迷宫了。这个迷宫的现实原型便是现实中的克诺索斯王宫，它是米诺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而且建筑布局不追求对称，所以不熟悉它的人走进去就很容易在里边迷路，久而久之就被神话附会成了迷宫。其中的部分壁画碎片干脆就不装了，直接就把王宫称为迷宫了。之后王宫被地震摧毁，人们又建起了新王宫，其布局与以前不一样，但该有的配置都有，该有的功能也都是齐全的。我们来看这个阶段的文物，先看这件储物陶缸，这种陶缸被称为 Pissos， 在宫殿里和富人宅邸中是较为常见的，一般用来存放谷物、橄榄油或者葡萄酒。之后在自然灾害和异族入侵下，米诺斯王朝逐渐走进了衰亡期，而牛怪米诺陶斯被杀这件事儿也经常被视为米诺斯王朝被征服的隐喻。再往后是一组青铜器展品，除了青铜器之外，这边还展出了在冶炼青铜器时所必用的石范。后边是3件新王宫时代的青铜凿，使用的时候要加木柄，但铜凿本身没有洞，所以就把尾部做窄，方便它被穿进木柄的洞里。不过青铜奔和青铜鹤嘴锄就是在青铜位置加孔，方便往里边插木棒。此外还有很多青铜双面斧，这个造型比较简单，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后边的青铜锯就很有意思，除了小锯之外，还有个被折叠起来的大锯，这要是拉直了还能继续用吗？后面有一个特别有型的大双刃斧，上面还带花纹的，这是从祭祀场所中出土的文物。综合它的外形判断，这是身份的象征，是祭祀现场的必需品，而不是用来生产的工具。
然后是一件被压得稀烂的青铜提水罐，不过保存的还算完好，不难想象出它以前的样子。最后是一件 D 型青铜剑，特征是龙骨与剑刃一体铸造，而不是后安装剑柄。看完这些青铜器就感觉很神奇，在这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竟然不约而同的在使用铜合金铸造青铜器，这也是一种奇妙的联系了。上2楼之前，我发现展厅的 C 位还有2件重要文物，其中一件是公牛头形绿泥石来通杯，来通是 Rhyton 的音译，词源则是古希腊语中的流淌，造型则是在米诺斯王朝被广泛使用的牛头形状。绿泥石则是一种硅酸盐矿物，常用作工艺品的材料，而中国山东的莱州玉就是绿泥石中的一种。另一件是特殊王宫风格海洋生物纹陶瓶，这个造型大家都认识，瓶子上边的图案就是个大章鱼。因为克里特是个海岛，基于它所产生的米诺斯文化也是纯粹的海洋文明，他们见到什么就会把什么做进自己的日常器具里。看完这些，我们准备登上2楼，这边有一些复制的壁画，其中就有格里芬的壁画，这是一种半尸半旧的生物，西幻里常见的狮鹫就是基于它设计出来的。后一幅壁画的名字叫做跳公牛，这是青少年的一种运动，大家从公牛的头顶跳过去，以彰显自己的身体素质。如今的体育竞技项目不一定有牛，但比拼的仍然是身体素质。如果我们在2楼抬头，就能看到玻璃之外的平齐区，这是在神武门的天花板下单独建造了一个展厅。现在我们进入巧匠篇，这边的重要展品是陶轮，这就是制作陶器的工具，也是巧匠不可或缺的设备。旁边的模型还复原了陶器制作的现场，也就是泥条盘铸法。它后边就是一大堆陶器实物，其中公元前2300年的陶罐就有很明显的泥条盘铸痕迹。这个小罐子是用来盛放香料类物品的。附近还有一件嵌贝彩绘陶壶，这是老王宫时代的文物，而且上边镶嵌了很多用贝壳所做成的浮雕。这些贝壳浮雕的中间还有海浪形状的花纹，从材料到画风可以说处处都是草原元素。后一种陶酒杯叫做坎塔罗斯杯，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就用这种杯子来供奉美酒。如果你仔细看，就能发现这大杯之内还有11个形状相同的小杯。一次性使用这么多杯子，想来也是仪式感的一部分。然后是一件特殊王宫风格带嘴陶壶。第一眼看这件陶壶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它中间就是一把双刃斧，就是刚才在楼下所见到的那个形状。这也是宗教祭祀中的一环，它不仅会被铸造出来，还会在器物上反复出现。附近还有一件海洋风格纹卵形陶来通杯，这是新王宫时代的产物，而且海洋风格很明显，它中间就是一个大海星，周边则是各种各样的贝壳。海岛工匠对这些都很熟悉，自然就会把它们放进作品里。下一件典型的器物叫做王宫风格陶罐，其实叫它纸梭草百合陶罐更恰当，因为上边的花纹就是将纸梭草的样子和百合花的样子融合到了一起。那个对称的大卷就是百合花，大卷里边的小扇子就是纸梭草。再往后是一大堆金饰品，我们挑几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来看。刚才我们见过好几次的双刃斧形象，现在又以金饰品的形象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其地位可见一斑。这边展出的蓝色玻璃釉金戒指，上边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白蓝2色的玻璃。现在我们不把玻璃当回事儿，但在那个年代，这些可都是珍宝。还有一件金戒指，上边是长着翅膀的小爱神，这就是我们前边见过的俄罗斯。后边有一件纸梭草型金珠项链，这个不太像纸梭草，反而很像是贝壳，可能这样做出来比真正的纸梭草形状要更加坚固耐久。摆在它下边的串珠金项链，则是用46颗玫瑰花形空心金珠所制作而成的。此外还有一件盾形金饰，造型是盾牌的形状，推测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后边有一些金耳饰，有一件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它就是胜利女神金耳饰。耳饰下边挂神灵，也是当时的流行风尚。最后是一件金花环，这是富人墓中常见的随葬品，造型则参考了希腊本地的植物。此外，这边不只展出了金饰品，连铸造他们所用的模具也跟着一起展出了。金器就说到这儿，评价为相当富裕多金。在我过往看展的旅途中，这么多金的展可并不多见。下面我们进入美食琢巧器篇，
美石肯定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挑选颜值高的石头做器具，其中部分器具的观感已经可以媲美玉器了。比如这边的方解石盒，它在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和雕刻材料，也会经常在文物中出现。此外还有绿泥石首饰盒盖，绿泥石我们刚才解释过了，这个盒盖抓手的外形就是一条趴着的小狗，看来他们的工匠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是一组真假海螺壳，右边白色偏小的是真海螺壳，左侧青色偏大的是一件海螺形蛇纹石来通杯，这也是用石头雕出来的，造型就是对海洋元素的复刻了。最后是一件大石灯，也是向下凹的造型，里边放油纸点灯。这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这边很少用石头直接凿成瓶子罐子，石灯是有的，但是石瓶子和石罐子特别少见，陶瓷器是比较多见的，这是文明之间的一个大差异。下面是一大堆印章，印章是权威的象征，在任何文明都是如此。现场展示的这些印章大都是用黄金或者是用珍贵宝石材料做成的，但也有一些是像11和13号一样乌黢麻黑的，这些都是用黑铁矿石做出来的。之后我们进入雕像篇，头一个看到的就是简化的人物石像，这个石像非常简化，什么细节都简化没了，只剩下了一个人的轮廓。此外还有新王宫时期的青铜人物雕像，这是在洞穴神庙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但在山顶神庙中很少出现，可能这是部分神庙中的常用摆件。说到这里，就顺便说说山顶神殿和洞穴神庙。山顶神殿是正八经的祭祀场所，那些大型的祭祀仪式一般都安排在这边。洞穴神庙类似于家里的小龛，主打一个供奉方便化。后面的雕像很特殊，这是一件黑绿色蛇纹石假发，这是给木质雕像戴的假发，不是给真人戴的。要是给真人戴，那这就不是装饰品，而是刑具了。然后是远航篇，海岛文明必须得航行出去，才能和外界交流，有交流才有发展。从文物上看，至少他们和古埃及是有联系的，工艺品的风格也互有影响，而且他们居然还有殖民地，那个时代就整殖民地了。现场实物中有一个陶土船模型，它的现实原型是一种加长版的独木舟，上边可以安排很多划桨手一起驱动船往前行进。最后一个篇章是海月同辉，这便是同时代的中西方文物对比，他们的高颜值石器对标的是我们的玉器，区别在于他们的玉器还有实用功能，我们的玉器多数都是祭器，和少数实用型玉器分得很开。陶器大差不差，也就是花纹不同，因为岛国和内陆国的所见所闻不同，工艺品花纹也就不同。青铜器的话，商代青铜器的花纹更繁缛一些，但两者有一点是不约而同的，那就是共同将斧钺状物品视为权力的象征，而没有用刀剑匕首长矛，这是一个共同点。至于其他的饰品，双方都是大差不差，就不说什么了。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神武门的克里特岛特展。这一路走过来，给人深刻印象的几个点就是海洋元素、公牛、斧子。海洋元素没什么说的，海岛原住民天天捞它们、吃它们、看它们，自然也会在艺术品中复刻它们。真正值得说的是公牛和斧子。这个公牛形象与米诺斯王室是密不可分的。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说法，宙斯化身为白牛，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带到克里特岛，生了几个孩子，其中的米诺斯成为了克里特的王，后世便将代表先祖与神的牛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后世吞噬童男童女的牛怪米诺陶斯，在现实中可能是一位欺男霸女的暴君，囚禁他的迷宫在现实中便是像迷宫一样的克诺索斯王宫。之后牛怪被特修斯杀死，则是王朝被入侵者征服的隐喻。斧子是王的权杖，所以它会成为牛怪的兵器，这便是后世西幻作品中牛怪米诺陶斯的形象设计来源。他总是手持一柄大斧，这便是从先祖神话到人间王者以及后世改编作品的简要脉络了。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